Hello， 大家好。前2個星期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了3個提高中文聽力的方法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提高中文口語。那很多人已經學會了不少單詞，也掌握了很多語法，但是一開口呢，還是結結巴巴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在今天的 podcast 中，我會跟大家分享3個我覺得非常有效的提高口語的方法。那這3個方法呢，不是讓你花更多的時間去練習，而是換一種練習的方式。你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載今天視頻的文本和詞彙列表。那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中級水平的學習資料的話呢，也可以在我的 Patreon 上找到。歡迎加入我的 Patreon。另外，我也想借此機會感謝那些在 YouTube、Patreon 和 PayPal 上支持我的朋友們。正是因為有你們的支持，我才有動力制作更多學習中文的內容。好了，下面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 Podcast。很多學習中文的人覺得，提高口語最重要的就是多練習。這一點我非常同意，但是如果練習的方法不對，就算每天都說中文，進步也可能很慢。今天我想分享3個我自己覺得特別有效的方法。第一，不要背很多完整的句子，記住幾個可以一直重複使用的表達方式。很多學習者都喜歡背句子，覺得這樣下次說的時候可以脫口而出。這種方法不是完全沒用，只是你可能需要背成千上百個句子才能流利地說中文。比如你記住了，昨天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去吃火鍋。今天下午我要去圖書館學習。下個月我要去中國旅行。這些句子當然都是有用的，但是現實生活裡的聊天並不會按照課本來。今天別人可能問你旅行，明天可能問你工作，後天又可能聊電影、天氣，或者你周末做了什麼。你不可能提前把所有句子都背下來。所以我更建議大家記住的是表達方式，而不是一句一句的話。我們來舉幾個例子。你可能聽到別人說過這樣的話：我本來想去泰國旅遊，後來覺得太熱了，就選擇了去日本。你需要記住的不是整句話，而是我本來、後來這個表達方式。這個表達特別適合用來描述原來的計劃或者想法發生了變化。你可以說，我本來想早點睡，後來一直刷手機，12點以後才上床。我本來想去跑步，後來下雨了就沒去。我本來想學半個小時中文，後來不知不覺學了1個小時。我本來只是想看1集電視劇，後來一口氣看了5集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你不是在背一句話，而是在學一種講故事的方法？這些句子雖然內容完全不一樣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：一開始有一個計劃，後來發生了一些變化。所以只要你的生活中出現了本來想做 A， 但是後來變成 B， 你就可以用這個表達。再來看另一個表達方式：一開始，後來。這個表達特別適合講一個人、一件事情或者一種狀態發生的變化。你可以說，一開始我對中文沒什麼興趣，後來越來越喜歡。一開始天氣很好，
後來突然下起雨來了。一開始我還以為他在開玩笑，後來才發現他是認真的。你看，這3個句子講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第一個是興趣的變化，第二個是天氣變化，第三個是想法的變化。但是它們都可以用一開始、後來來表達。所以，與其花很多時間背幾十個完整的句子，不如先記住幾個經常用到的表達方式。你看，我剛才這句話裡又有一個很常用的表達，與其不如。一個好的表達方式可以幫助你說幾百句話，但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可能一輩子都說不了幾次。第二，不要回答一句就結束，試着多說幾句。這是很多學習者最容易忽略的一點。很多人知道應該找人練習口語，也真的會去找語言夥伴或者老師，但是真正開始聊天的時候卻說的太少。比如有人問你，你周末做了什麼？你回答，我在家。回答正確，但是對話很容易就在這裡結束。如果你試着多說幾句，就會完全不一樣。例如，我周末一直在家，因為天氣太熱了。或者，我周末在家看了一部電影。如果還想繼續，你可以再說，那部電影是朋友推薦給我的，我覺得還不錯。接着說，如果你有空，也可以去看看。你看，其實你沒有用很複雜的語法，只是多說了2-3句話，聊天馬上就自然多了，而且也更容易聊下去。我以前學法語的時候，也經常找人練習口語。每次聊天以前，我都會提醒自己，今天不要回答一句就結束。一開始會有一點困難，後來慢慢的越說越多。你看，我剛才是不是又用了一開始、後來這個表達？所以學會一個表達以後，真的會一直用到。當然，如果你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，多說幾句這個方法一開始可能有一點困難，因為不要說外語了，有時候就算用母語聊天，我們也不一定喜歡一直說。我也是這樣，於是我給自己定了一個小目標，別人問我的問題，我逼自己至少說3句。比如別人問我為什麼學習法語，第一句我回答問題，因為我現在在魁北克生活。第二句進一步解釋，生活中到處需要用到法語，工作也需要法語。第3句再補充一點，另外我對法語也很感興趣，我喜歡學習新的語言。再舉個例子，別人問你喜歡住在這裡嗎？第一句回答問題，喜歡。第二句解釋原因，因為這裡離公司很近。第3句再補充一點，而且附近有很多超市、餐廳和咖啡店，生活也很方便。這樣練習後，我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害怕冷場了，也越來越敢繼續說下去了。第3，不要等別人陪你練，每天用自己的生活練習。很多學生跟我說，老師，我沒有中國朋友，也沒有機會說中文，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沒有辦法練口語。其實不一定，因為每天都有很多機會可以說。
比如，你早上起床的時候，可以用中文告訴自己：今天起得有點晚，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，所以今天很困。然後說說今天的安排。今天上午我要去超市買一點水果。中午我不想自己做飯了，不如去隔壁的餐廳吃意大利麵。晚上家裡還有雞蛋和西紅柿，我可以做一個西紅柿炒蛋。甚至走在路上的時候，你也可以練習。今天外面太熱了，地鐵上的人很多。前面那家咖啡店看起來不錯，下次想進去試試看。晚上睡覺以前，還可以回憶一下今天發生的事情。今天最開心的一件事是什麼？今天有沒有遇到什麼麻煩？今天學到了什麼新的中文詞？如果今天過得很普通，也沒關係，你可以說說今天吃了什麼，去了哪裡，見了誰。這些都是你已經知道的內容，所以你不用一邊想我要說什麼，一邊想中文應該怎麼說。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生活用中文表達出來。如果覺得一個人說話有點奇怪，也可以拿出手機錄音，不用錄很長，2-3分鐘就夠了。1個月以後，再回去聽一聽第一次錄的內容，你會發現你真的進步不少。而且你會驚喜地發現一個變化。一開始，你可能經常停下來想這個詞應該怎麼說，後來你會越來越自然地把一句話說完。這就是你的口語在慢慢進步。最後，我們再總結一下今天分享的3個方法。第一，不要背很多完整的句子，記住幾個可以一直重複使用的表達方式。第二，不要回答一句就結束，試着永遠多說幾句。第三，不要等別人陪你練，每天用自己的生活練習。這3個方法最大的優點就是，你今天就可以開始，不用買新的材料，也不用等別人陪你練習。每天花幾分鐘堅持下去，你的中文會越說越輕鬆，也越說越自然。在這3個方法當中，你會最先嘗試哪一種方法呢？或者你有沒有其他你認為對你非常有效的提高口語的方法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。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下在今天視頻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。結結巴巴，形容說話不流利，斷斷續續，常常因為緊張、不熟悉或者沒有想好而停頓。他一緊張，說話就結結巴巴。因為中文還不太熟練，他回答問題的時候有一點結結巴巴。脫口而出，形容沒有經過思考，很自然、很快地把話說出來，也可以表示對某件事情非常熟悉，所以一下子就說出來了。這個表達我練習了很多次，現在已經可以脫口而出了。他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，我願意。與其不如，表示在2個選擇之間進行比較，認為後者比前者更好、更值得、更合適。與其花1個小時刷手機，不如花半個小時學習中文。與其下雨天待在家裡，不如帶把傘出去走走。冷場，指聊天、討論或活動中突然沒有人說話，
氣氛變得尷尬不自然。為了不冷場，他主動換了一個新的話題。聚會的時候，他最怕冷場，所以總會主動找話題。這就是今天視頻的所有內容了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，請記得給我點讚，並且分享給其他需要學習中文的朋友。那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哦。非常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